到一处心目中理想的房子却很难，最后还是这间比较破烂的闲置房比较合我的意。门口摆放的这几件老物件，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对它感觉陌生。山坡上那黄色的野花给这个冬天增添了一抹色彩。房子的旁边就是农田，也是老哥承包的那一部分。我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，田野人家，小桥流水。更重要的是还有竹林，这瘸子再不摘的话，估计很快就要被霜打掉。房子虽说是破烂了些，但是却让我感觉很是心安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心里早有预期，但是没想到这房子的内部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今天先把里面不要的东西给整理出来，待收拾好之后，请朋友们给我出主意，这房子到底应该怎么弄。刚才整理的是一个大间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套房。最里面这间面积比较小。还有一间厨房，内部整体就是这样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期待这里之后再根据房子的内部结构和周边的情况进行整改。为了加快进度，还特意请了隔壁家的大娘来帮忙。房子闲置了有些年头，屋前屋后的草长得特别茂盛，得先要一层一层的来，先要处理掉那些长得比较高的草和树枝。再用锄头把地面的草除干净，和之前没有整理的时候对比一下，满满的都是成就感。整个房子豁然开朗，视野也更加的宽广，还能看到对面的房子。人多干活，进度就是快。没想到这草里还有惊喜，发现了好几丛锹头，正愁着没什么菜呢。喂啊！哎，咁細，你對睇看唔到嘅佢點細哦？好細哦！估計是之前住在這裡的人丟在地上的，個頭比較小，不過也夠一餐了。这边是房子的侧方位，我打算用来种菜。估计这个菜地要最先安排上，因为如果再不种菜的话，冬天就没有火锅吃了。这里是房子的后面。原先我以为这个房子是用泥砖做的，原来是采用传统的夯土工艺建造。这种建筑在我们这边是很少见到的，非常宝贵。夯土用在房屋建筑历史悠久，是以木材作为模具，再采用合理的土石配比，把泥土压结实，这样就形成了夯土。有对这种建筑比较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上某度上搜索一下。老房子的内部非常的脏乱，看着里面的废物垃圾，真的是有些头皮发麻，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。清理掉里面的杂物之后，留下了一地的垃圾。既然喜欢老房子，那就要忍受它的脏乱臭，后面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喜欢回家改造老房子？曾经的我也是在1、2线城市打拼，最后的打拼结果却是既没成就，也没成家。在外的那些年里，也经历过许多的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反倒更加渴望农村的安逸，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、一沟一山，曾经最熟悉的陌生地方。
这里有曾经熟悉的人、熟悉的味道，还有我整个童年所有的回忆。改造老房更多的是一种情怀，还有给自己和内心一个安放之处。对于老房子的改造方案，目前脑子里还没有一点思路。这个房间最大，2头门，5扇窗。这边是一个小套间，里面那间房很小。外面这间大概9个平方，最里面那间应该就6个平方。厨房还算蛮大的，洗手间就在厨房的里面。这要是改造下来，工程量还是很大的。能自己动手的尽量自己动手，材料也尽量就地取材，以最少的成本达到最理想的状态。自己动手，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些是从老房子整理出来的旧物件，在我眼里，这些可都是宝贝，今后可是要派上大用场的。先给整理分类出来，能用的保留，不能用的直接当柴烧。这几张桌子和柜子看着都还蛮好，有些部位还挺好，有些地方就已经腐烂的不行。这几张竹椅看样子还可以用，先洗洗晒干，修补一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明天见哟。老房子的卫生整理完过后，开始要整理院子。第一步是先把院子的形状做出来，先用白色粉末把外围轮廓画出来。经过测量，把大门的位置也确定好。门的间距是1.6米，高度为1.9米。开始动工，第一铲、第二铲。先挖出2个坑，用来固定门柱。坑挖好之后，先要找出做门柱的材料，既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。老房子还要再过1天才能通上电，不过这里比起以前用电的话，那是方便多了。门柱裁切好之后，还要经过打磨、防腐处理。
知不觉，夜幕即将降临，院子的门框也大致完工，还差2个院门，决定后面再来做。接下来是要上山砍竹子、做篱笆，把整个院子围起来。朋友们，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意见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明天见哟！要花最少的钱达到最理想的状态，竹子是必不可少的。附近的山上有很多这样的小竹子，量是足够用的，就是要费些时间去砍。砍竹子原来也是有很多讲究的，砍的时候就要考虑好以什么样的方式下山最节约人力和时间。去竹节也要注意方向，不然就容易把竹皮削掉。每次干活总是会有一些小插曲，活没干多少，吃饭的家伙还坏了。这就是牛一样的老哥，如果哪次是顺顺利利的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像他的风格。不过对于处理这些突发事件，老哥还是很有经验的。我又看到一个好东西了，这就是我的了，是不是？人生就是这样。刚刚还有些小失意，没想到立马就出现了惊喜。别人眼中不经意的事物，在我眼里却是个宝贝。今天是个值得开心的日子，老房子终于要通上电了。10子米的高空作业，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。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光明。院子的大门还要进行修饰。今天的目标是围院子的篱笆，大门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地方，今天要给它做完。上午又去砍了一车竹子回来，感觉还远远不够，还需要好几车竹子。这个大门是参照网上的案例来做的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还有2扇门留到最后做，方便院子进材料，开始围篱笆。先把竹子裁切好想要的长度，然后全部再用火烤一遍，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，颜色也会更加好看。开始打桩，为了这个桩，我还跟老哥争论了一会儿。他的想法就是简单粗暴，把竹子削尖，直接敲下去。经常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争论吵架，不过最终他都还是会妥协，按照我的想法来做。围篱笆我们也想到过2个方案，一个是菱形，一个是竖条。光是怎么固定这个竹子，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，既要美观又要效率。很多看似简单的背后，其实我们都是查阅了很多的案例，再结合现实情况来做的。没有图纸，没有设计方案，想到哪里做哪里，感觉哪些地方不满意就拆掉重来。
终这个形状我还是决定用竖条，估计很多朋友又想说，为什么不用菱形的呢？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4个字形容吧，简约大气。当然这还只是半成品，其实最终的效果我想要的是篱笆加围墙的感觉，所以后面会融入一些石头的元素。这2天围了一半的院子，还有些需要收尾的地方得赶紧做完。用火烤过后的竹子表面会有一层竹油，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。竹子目前是绿色的，等干透之后就成黄色的，到时候又是另外一种风味。一直觉得大门柱子的颜色不是我想要的效果，当初要是不打磨保留旧色，应该效果会更好。忙完之后开始整理院子，准备下一步的计划。估计很多朋友好奇为什么院子只围了一半，接下来是要处理水沟这个位置，打算用石头把它砌起来。附近有大把的石头可以随便捡。冬天怕冷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拼命干活，活也干了，身体也暖和，一举两得。目标是要捡1车的石头，刚开始觉得好难，要捡好久。不过2个人的效率还是挺快的，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捡满了。难得进来一趟，得多带些东西回去。自从整理老房子以来，就形成了一种毛病，不管是在哪里看到一些东西，总是想着要带回去，因为这些东西在我眼里都是宝贝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改天还要进来再捡河里的石头。院子需要用到石头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头已经弄回来了，要抓紧时间干活。老哥中午也没有午休，等我一觉醒来，他都已经干了这么多了。第一次砌这种石头墙，难度真的是挺大的。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，我的院子终于有了一些变化。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只有来自大自然的点缀。很多东西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。先从铲除墙面开始。老房子的墙基下半部分用的是青砖还有石头，主墙体是夯土结构，房梁上还有一些土砖。为先，为本，本字，堵不堵？本字，还堵不堵？以教育为本，这个是本字。前面那个是百年大计，你看，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好多朋友在原先的视频就看出来了。这里其实就是原本的小学堂。从前这里只有一位教师，教1到3年级的同学，也只有1间教室。3年级过后就去村里更大一点的学校上学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在村里的学校也只是上到3年级。好不好吃？
间打算是用来做卧室，里面的吊顶还有白墙全部都要铲掉。这个铲墙的过程看着特别解压，一铲就是一大块掉下来。不曾想这白墙一铲完，里面竟然是黑色的。突然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，这墙该不会是烟熏黑的吧？难不成房子建完之后要用火烤一下？看来要找村里的老人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。不过这颜色正合我意，是我想要的旧色。上面的好铲，下面的铲到怀疑人生，只能一点一点来。铲完之后就要开始清理垃圾。清理过后的效果，接下来是清洗，要把墙面、房梁还有底下的石头清洗干净才好上漆。啥玩意儿？一个爱折腾的人，他的工具是很齐全的，不但要会用，还得会修。昨天洗墙的时候不小心把上面2个字洗模糊了，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吗？今天的计划是把厨房外面这个亭给拆了，重新搭建一个。拆完之后，在原来的位置重新搭建一个亭子。亭子的里面打算是砌一个土灶，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原来的厨房会给拆掉，计划是做一个工具房。这里的墙面要修补一下，以前的瓦片质量很好，即使是过了那么多年，依旧很坚固。修得好吗？肯定能修好啊，这么烂，修不好我怎么搞？在这上面干嘛？修不好你就别下来了哈。修完墙面要固定亭子的柱子。柱子定位好之后，要加上水泥，等待水泥干透之后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
整理老房子已经有一些时日了。厨房我想做成开放式的，框架和屋顶都已经完成。为了加快进度，我和老哥还特意去购买了设备。台锯是有了，还差一个锯台。干嘛？你装错了你。锯台是一位做装修的朋友送的。慢点来。回来安装好试了一下，还不错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就欠东风。厨房的亭子一做完，终于可以把剩下的篱笆全部围完。篱笆围完还要留一道门，方便进菜园。竹子用完了，又得上山砍竹子。这次预计要用到100多根的竹子。这片竹林是老哥以前发现的，这种竹子在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少见，个头比较小，不用破开，用来做篱笆是最好的了。重不重？好重，踩过。100多根。是成功吧？哎。砍了100多根的竹子是用来做竹墙，这个方向是风口，所以要围起来。想着是用来挡风的，没想到到处都是空隙，应该也能起点效果吧。围完之后，下一步的计划是做灶台，期待我的开放式厨房。现在整个院子都已经围好，可以把大门给安装上。上回别人拆了房子捡回来的木门，现在终于可以用上了。很多朋友说我的院门留少了，不方便进车。其实里面是想要做一个花园，门一安装上，瞬间就有了家的感觉。历经了1个月的时间，终于把院子围起来了。明天就要开始做厨房了，下期见。把需要用的材料准备好。这里之前是个采砂场，不过现在好像没有人管理了，偷偷拉一车回去，应该不会找我要钱吧。砂有了，还需要用到水泥和砖。材料准备好，开工。灶台是要做2个灶的，一大一小。先要确定好长度和宽度，再用木板钉个架子，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拉线了。先要把地面垫高一些，然后再次确认锅的位置和灶口。不知不觉天就黑了，最近吃饭都是随意搭的灶煮菜，吃完晚上还得加班，不然的话无法在预期的时间内完工。第一天总算是出了些效果，再接再厉。用了2天的时间，总算是把灶台的基础完成了。做一个农村版的开放式厨房究竟有多难？首先要砌出一个2个锅的灶台，灶台分为一大一小2个铁锅。下一步是固定烟囱，烟囱是2个锅一起共用，
还没做之前，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这个烟囱到底应该在什么位置。有朋友说水泥里加入一些盐可以防止开裂。安装完之后要试烧一下，看一下出烟情况。烟出得去，不会倒烟，灶台就算是成功了。接下来要给灶台做个装饰。刚做完泥匠的老哥，此时又转变成了木匠。木条安装好之后，打磨一下，再刷上木蜡油。灶台是有了，还差个洗菜台。洗菜台决定坐在靠墙的位置。早在前一天晚上就把洗菜台的下半部分做好了。用水泥就是比较麻烦些，要等待水泥凝固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老哥砌水泥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，他总是说等房子改造完之后，他就成了半个师傅。砌砖的时候特意留了个小孔，用来做洗菜台的出水口。原本是白天就能干完的活，结果晚上要加班，因为下午活干到一半，老哥就跑出去抓鱼了。这下朋友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视频更新的慢了。看来我的院子鱼池的鱼有着落了。走的时候，朋友送了好多红色的小鲤鱼。洗菜台先用木条做出模型，再往里面倒上水泥。中间的这个脸盆就是洗菜台的位置和大小。等水泥烧干的时候，再用石头砌个洗菜盆。天色已晚，今天就先这样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见吧。没有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哟。今天的计划是做橱柜，还有接通洗菜。请自动小心。先用木材把橱柜的框架搭出来。很多朋友说我的洗菜台浇水泥的时候没有放钢筋，担心会断掉。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之前就考虑到了，这个膜是不拆的，刚好也是需要木材的元素。砌砖的位置也会用木块包起来。框架做完之后，安装柜门。做柜门还有安装是最难的地方，为此老哥还返工了好几次。不过最后能被他折腾出来，也算是比较完美的了。第一次能做成这样，可以说是马马虎虎了。以前他做事情追求速度，很粗糙，现在改变了很多。接下来是安装洗菜盆的水管。都说洗菜台总感觉有些空空荡荡的。这棵植物是他从河边挖出来的，红色的果子可以挂很久，非常好看。洗菜台放上一盆植物，是不是
我的开放式厨房真是越看越好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了。先要做个柴架，把这些柴给整理一下。接下来是给后面的墙壁做挂钩，因为是土墙不好固定，所以要先用木板打底。这里是专业人士操作，危险系数高，请勿模仿。挂钩搞定，开始处理橱柜。橱柜是要做成2层。橱柜比较简单，切好木板直接放上去就可以。回乡之后，我发现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小。其实不是不想交朋友，也不是喜欢孤独，而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社交上，不想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人际关系烦恼。经历的多了，自然也就看透不在意了。或许这就是成长吧。年已经过得差不多，我的院子也该开工了。按照习俗，年后开工是要放爆竹的，祈祷新的一年顺顺利利。大吉！发红包！今年的第一个规划是先做院子，画出鹿的形状，然后再挖出一点深度。忽然身后出现一个身影，放牛大叔，我的帮手来了。他说我干活太温柔了，还是让他来吧。大叔养了10几头的牛，每天下午这个时候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过来聊天和当帮手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。有了他的加入，干活的进度就快了许多。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是在城市，平时空闲的时候可以找邻居唠唠嗑，邻里之间也会相互搭个手。铜锣比较少见，大娘是用来吓唬鸟，防止吃它的菜。用石头铺路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花钱，但是需要多费些功夫。老哥说他这不是在铺石头，而是在种石头，因为每一块的石头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，需要找出一块比较平整的面，和其他石头尽可能的衔接在一起。高的地方要挖深一点，矮的地方需要垫高一些。最后再用一块大的石头作为台阶，连接走廊。
天是要给院子挖一个鱼池，鱼池的形状先用绳子围好。画个中国地图。但是照葫芦画瓢应该还是可以的。鱼池最难的应该是做排水还有过滤系统，其实到目前都还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做，只能顺藤摸瓜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前提一定是以最少的成本来做。挖出来的泥土也要给它想好去除。原本的计划是要挖1天才能够挖好的，没想到这么快。鱼池的内部分为深、中、浅3个区。之前想的是挖一个公鸡的形状，现在快挖好了，越看越不对劲。本来就大脚丫子，还没个脚趾头而已。这个脚还是左脚人踩。公鸡没有挖成，倒是挖出来了一个大脚丫子，不过也挺好。1天的活，没想到半天就做完了。冬天已经过去，马上就要春暖花开。给山里的小蜜蜂做间房子，顺便收点租金。哎呀，有路不走，要走这种地方，你有毛病啊！那个有没有你走路啊？鱼池需要用很多的石头用来做装饰，石头要选用河石，经河水冲刷过后的石头会比较圆润。这回用到的材料距离院子最近。原来一直没有发现，院子前的这条河居然有这么多的石头。石头准备好，开始给鱼池铺防水膜。裁剪好想要的长度，最后再对鱼池进行一次修整。接下来就是开始铺防水膜。担心鱼池会漏水，所以防水膜特意铺了2层。捡回来的石头还要清洗一下。洗好的石头放到鱼池的内部和外部进行装饰。这样看来，鱼池的石头还远远不够。再给鱼池接上水管，就算是完成了一半。水管的材料费用一共是62，防水膜是老哥从家里带过来的。鱼池的费用预计是200以内，还差一个循环水泵，目前还在路上。接水管这个事情还是得懂的人才能做好，水管的型号、长度、转接头都需要提前计算好。如果没有接触过的，光是那些术语都听不懂。幸好我有一个万能的老哥，这些事情都不需要我来操心。推到位，好了。经历过后才知道，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其实背后有那么多的讲究。记得曾经有位朋友说过，一定要多学一些技能，虽然日后不靠这些技能吃饭，但是至少在生活中可以让你少走一些弯路。
接好水管就可以放水，等待1天，如果没有漏水的现象，就算是成功了一半。过完年之后，几乎每天都在下雨，鱼池的进度一直也是断断续续。上山砍些竹子，给鱼池的循环系统做个造景。这里。好嘞。计划是做一个这样式的，看起来好像挺简单，不知道金老哥的手有一个什么样的版本。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，开干！对吧？经过一番折腾，算是做出来了，虽然跟图片上的有些差异。安装完毕，准备试水。牛叔这个帮手可比我强多了。自从改造小院以来，牛叔帮了不少的忙。接下来就要安排放鱼进去，非要去山里找点宝贝。看到这些长在石头上的石菖蒲，我的内心是激动的。满满的收获，每一颗菖蒲都跟石头牢牢地连在一起。年前准备的鱼，这下终于可以派上用场。脚上。哎，跑了一个。最后把捡回来的菖蒲摆好，放上水就可以放鱼。算一下这个鱼池总共花了多少钱？水管62，循环水泵是69。加上其他无法计算的杂费，应该是不到200。虽说做鱼池没有花多少钱，但是日后的水费、电费可是一笔不少的费用。这样的鱼池你们会喜欢吗？我们下期见。
亭子做完之后，准备给院子搭一个秋千，挑选出一些比较好的旧木材，准备开干。一听说要做个秋千，小朋友们最开心了。平常这2位可都是请都请不来，宁愿待在家里看。先在地面打出4个坑，用来固定柱子。坑的深度是40多公分，深一点会比较有安全感。也不是这样子积呀。神。今天要做个吃饭的亭子，正所谓秀色可餐，吃饭不仅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还可以当成是一种享受，慢慢品尝每种食物的味道。
么多这个干嘛？对吧？